Pico2 最近刚刚发布了他们的新款毫米波掌机，乍一看这款设备似乎和市面上的其他便携式 PC 游戏掌机没什么太大区别，但事实上Pico2 选择了一条非常与众不同的路线。今天呢，我们就来把玩一下这款独特的设备，看看它到底有什么特别之处吧。首先来看一下外观整套设备呢主要由3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掌机主体以及左右2个分体式手柄。主机尺寸为 11.7×11×1.4 厘米，重量为380克，比初代 Switch 主机呢要稍大稍重一些。最主要是因为 Pico2 掌机搭载了一块7英寸的显示屏。我手里的这款工程样机使用的是一块 1080p 60赫兹的屏幕，响应时间10毫秒，支持 72% 的 NTSC 色域和 HDR， 峰值亮度400尼特，显示效果呢还不错。根据官方最新的消息零售版的屏幕素质呢将会有全面的提升，新屏幕将会有更高的屏占比，4毫秒的响应时间， 97% 的 NTSC 色域， 450尼特的亮度，以及 20% 的续航提升。官方甚至还可能会搭载触摸功能，让这款掌机能够真正轻松驾驭各种游戏类型。主机顶部的左侧呢是一组功能键，用于操控 OSD 菜单，这部分呢我等会会再详细说明。功能键右侧呢有一个 3.5 毫米耳机接口和一个毫米波信号指示灯，中间则是系统散热口，右侧呢有一个支持20瓦快充的 Type-C 充电口，一个 Type-C 视频输入接口以及一个 Mini HDMI 接口，两侧呢则是喇叭开孔，不过只有左边是有喇叭的，另外一边的开孔虽然能听到一些左侧传来的声音但本身并不发声，希望零售版官方能够升级为立体声。机身的背面右上角呢，另外还有一个毫米波的接收端，屏幕的两侧是前面提到的那组蓝牙手柄，可以根据喜好呢自由替换。原厂手柄呢使用透明亚克力材料制作，虽然握持手感不错，摇感精准顺滑，按键清脆灵敏，但亚克力材料对于我这种油手来说并不是特别友好，用了一段时间呢就会感觉滑溜溜黏糊糊的，所以呢我还是会使用 Joy-Con 多一些。这款掌机与众不同之处呢，就是并不自带执行游戏所需要的硬件，例如处理器、显卡、内存等等，而是通过毫米波接受电脑或家用主机的音视频信号来玩，功能有点类似 Steam Link， 只不过Pico2 掌机使用了毫米波方案，因此呢画面连接方便快速，视频无延迟无压缩，且无需 WiFi 网络。掌机的使用方法非常简单，首先将发射端插入 PC 或主机的 HDMI 视频输入口，我这里呢使用附赠的90度 HDMI 转接头，以便发射端能够不受遮挡的传输信号。插上发射端之后呢，还需要额外供电，可以使用附赠的 Type-C 线连接充电宝，或者设备本身的 USB 口供电。视频连接完成之后呢，就需要使用配套的蓝牙棒连接游戏手柄了。因为左右手柄是分开的，因此需要单独配对，不过配对也很简单，首先按下蓝牙棒上的配对按钮，然后按下左手柄的配对钮，几秒之后灯不闪了呢，就说明配对完成了。接下来需要释放左手柄，同时按下 SL 和 SR 键呢就能释放，之后等蓝牙棒闪烁时再按下右手柄的配对键，等手柄和蓝牙棒的灯都敞亮时呢，就说明配对完成了。全部完成之后呢，打开游戏就可以无限畅玩了。毫米波设备最大的优势呢，是只要发射端和接收端在视野范围内那么就不会感到任何延迟。实测下来呢，毫米波掌机也确实如此。成功连接后，游戏画面清晰顺滑，反应灵敏，和有线连接时呢，体验没有任何区别。因为加入了主动散热，一段时间的游玩之后呢，屏幕后板也只是温温的，并不会有特别发烫的感觉。因为本质上呢，它其实是一款内置了毫米波接收器的便携显示屏因此能够自定义的东西呢还是挺多的。通过菜单可以调整亮度、对比度、饱和度、色温等等，甚至还有一些针对游戏所做的特别功能，例如游戏模式和准星等等，功能还是很强大的。这款设备呢内置了8000毫安时的电池，能够连续使用3小时左右，没电了呢还可以边充边用，不用特别担心续航问题。好的，那么以上呢就是这款 Pico2 毫米波掌机上手体验的全部内容啦。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的话呢，可以在下面给我留言。谢谢观看，我是哈利，我们下次见。